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33岁迪丽热巴生病2个月，病情加重才取消夜戏，暴露娱乐圈的畸形。近日，在直播镜头前难以抑制的咳嗽，将33岁迪丽热巴已持续2个月的病情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。当她紧紧裹住身上的外套，竭力压抑着疲惫与不适时，娱乐圈那扭曲的一面才得以显露。为何身为顶级流量的明星，想要生病时安心休息都成了一种奢侈，甚至还不得不熬夜进行拍戏工作？在粉丝一声声饱含关切的保重背后，映射出的是行业对个体健康的忽视。这远非一句敬业就能简单概括的。事实上，在娱乐圈中，明星们抱病坚持拍戏、超负荷赶工，乃至畸形审美的现象，早已屡见不鲜。迪丽热巴诞生于新疆乌鲁木齐，她的父亲是新疆歌舞团的一名独唱演员。自小，她的童年便沉浸在钢琴的旋律、舞蹈的律动与小提琴的乐声之中。15岁之际，她凭借卓越的才艺，成功成为新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。然而，他不愿困于那毫无波澜、一眼便能望尽的生活，满心渴望着去探寻外面的广阔天地。一次机缘巧合，陪朋友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他，一时兴起也填写了一张报名表，自此与娱乐圈结下了缘分。然而，这份艺术的初心与纯粹，很快便要在行业残酷的运转规则下，经受最为严苛的考验。迪丽热巴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，从9月开始的咳嗽，病情逐渐发展，到了11月，喉咙已出现化脓的情况。最终，她迎来了出道以来首次因健康因素而暂停部分工作的状况。事实上，并非迪丽热巴不愿休憩，而是她实在消耗不起。长达数月因病休养的空档期，于她而言，或许意味着品牌方的态度转变、商业价值的下滑，以及被伺机而动的竞争者迅速抢占市场份额的风险。甚至，连杨幂都在孕期身着单薄衣物于雪地中奔跑。蔡少芬在怀着身孕之时拍摄被推倒的戏份，期间也未曾向他人透露自己怀孕的情况。在他们的拼命之举背后，藏着对花期短暂的深切无奈。这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业版图，更关联着背后整个公司的资本流转与布局。迪丽热巴当下置身于事业的高光之巅，然而这看似辉煌的境地实则极为脆弱。一旦停下脚步，失去的或许不只是眼前触手可及的机遇，更有可能在这场残酷激烈的行业角逐中，被无情地宣告出局。这种不进则退的心理压力，被一种近乎自虐式的敬业精神所同化，因而即便身体抱恙，他仍旧坚持拍摄夜戏，直至体力实在难以为继，才会无奈选择停歇。事实上，迪丽热巴始终秉持敬业精神，投身于演艺工作之中。在拍戏的历程里，遭受各类伤痛，默默忍耐，已然成为他生活中的寻常之事。为了拍好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他身处40度酷热的沙漠，身着厚重的航天服，即便中暑，也只是短暂休息，旋即就回到片场继续拍摄。在拍摄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的过程中，他于水下持续浸泡整整8个小时，期间忍受着身体的不适。而吊威亚时，肩膀留下淤青痕迹，可他自始至终未曾有过一句怨言。在2024年春晚的彩排过程中，他不慎摔倒至骨裂，然而仍咬牙坚持完成表演，之后才前往医院。除了迪丽热巴因工作忙碌，生病也无法停下休息外，不少明星还会因上镜胖3分的缘故，而不得不拼命减肥。为了塑造出极致的纸片人形象，众多艺人踏上了极度自律的自我管理之路。身高171厘米且骨架偏大的女演员蒋欣就深受其困扰。她在网络的另一端暗自垂泪，
知音想在穿上礼服时尽显曼妙身姿，于是晚餐仅以寥寥几片水煮菜叶果腹。为契合导演所追求的清冷格调，他狠下心把体重降至95斤，体脂率低至危险区间，以至于医生发出警告，称其面临骨质疏松与内分泌紊乱的风险。诸如刘亦菲与关晓彤这类明星，也时常被诟病身形壮硕。倘若蒋欣的矫饰只是为了契合镜头的需求，那么某些人的审美观念简直堪称扭曲。昔日的美容大王大 S， 为了实现减肥与美白的目标，可谓是费尽心思。他曾试过用白醋洗脸，还服用抗凝血剂，只为让皮肤呈现出惨白的状态，并且长期仅以寥寥几口米饭搭配少许豆腐乳维持饮食。这种对身体极限的过度消耗，最终以种种健康警示的方式显现出来。演员白鹿突然患上疑难病症，头痛剧烈，犹如被重锤敲击。然而经过检查却难以找出病因。他整夜辗转难眠，受此困扰，体重锐减至86斤。生病之前，他刚为了塑造角色，在短短4个月内减重10余斤。身体的垮塌很少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更多是在长期的压力重负、作息紊乱以及过度的体重管控下，隐患悄然积聚的后果。从傅彪、林正英到陈奎安，一个个曾活跃于荧幕的艺人，因长期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。他们的名字构成的名单，宛如一声声振聋发聩的警钟。如今，健康危机正以明显的年轻化态势袭来，宛如高悬在每一位风光艺人头顶的阴霾。究其根源，这种畸形生态的产生，源自一种业经验证的成功路径依赖。迪丽热巴的走红历程，堪称这种模式极为成功的范例之一。她经杨幂挖掘后，被有策略地安插进《古剑奇谭》等热门剧集之中，而后凭借在《克拉恋人》中对明星高雯这一角色的精彩诠释，以灵动鲜活的表演收获了远超主角的超高关注度。这条精心铺就的演艺之路，于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纯美灵秀的白凤九这一角色处抵达巅峰。凭借此角，她彻底走红，一举跃升为可与老板杨幂相媲美的顶级流量艺人。这条道路兼具高效与精准特质，然而其中亦处处可见杨幂模式的痕迹。高曝光强度、巨量作品产出，奉行流量至上。这种模式的实质是以青春与健康为燃料，来推动职业生涯的迅速攀升。一旦其可行性得到验证，它旋即化作行业竞相追随的圭臬，把众多年轻人卷入这场疯狂的内卷漩涡。然而，行业生态的构建绝非某一方的单一问题。从某种意义而言，观众与市场亦是这场合谋的参与者。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当下，公众对于明星的外貌、身材以及状态的审视，严苛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哪怕是细微如毫的一道皱纹、一星半点的赘肉，都可能被无情放大，沦为众矢之的。这种对完美人设的严苛要求，进一步加重了演员的焦虑感，使得他们不敢以真实的，哪怕是略有瑕疵的状态出现在大众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市场将流量数据奉为评判一切的唯一准则。艺人、团队以及平台纷纷陷入对热搜、指数和榜单的狂热追逐之中。当一部作品的成败、一个演员的价值皆被简约成毫无温度的数字时，演技、健康以及对艺术的追求等关键要素无疑会被冷酷的边缘化。要终结这一扭曲的循环，有赖于一场由下而上的集体觉醒。艺人要有勇气拒绝不合理的工作安排，平台、制作方以及经纪公司需切实肩负起主体责任，在选角与评价体系方面，摒弃对单纯上镜好看的一味执着，转而拥抱演技、特质以及多元化的审美。迪丽热巴的这一声咳嗽，
不该仅仅是一条娱乐资讯，更应当化作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。评判一个真正健康的文化产业，考量的指标并非其明星阵容的闪耀程度，而应是创作者群体的健康状态与创新活力。我们渴慕的是洋溢蓬勃生机的艺术之作，而非那些经悉心雕琢、徒具美丽外表却早已灵气耗尽的艺术品。